我们掌声有请林简庆。我前几天确实是在玩，那我后几天不是在加倍的努力吗？那我在这个说后面行啊，也行啊。吸我吸。躺平了。很上进，半夜都要改口。我需要一块白板。我回去。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简庆啊。Hello。我总是觉得我现在是人模狗样，对，因为我原来是一个大穷鬼，穿得很破，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风尘仆仆的感觉。我当时跟朋友第一次见面，他问我：“哎，你家住哪儿？”我说：“我住火车站那边。”他说：“你是不是住火车站里边？”有一种这种气质。我记得有一次我路过上海时装周，我非常想进去看看，但我没有票。我想滥竽充数，我直接用猫步走的正门，真进去了。我当时觉得人还是得有自信，因为我走一半，工作人员就给我领进去了。他说：“师傅，拆吧。”我们晚上管饭，我说：“来了。”对，我觉得穷的时候就是生活像盲盒一样，你不知道每天会发生什么。我住过一个酒店啊，非常有意思，它隔音非常差，它差到什么地步？有一天我睡到中午，迷迷糊糊听见有人敲门，当当当当当当，请问625打扫房间吗？我说我是525啊。这个时候我听见第二个声音，问我呢没问你，进。我隔着楼层听见保洁推门，又出现了第三个声音，谁让你进我屋的呀？哎，我们三个就是需求不同，我们但凡需求一致，会像个合唱团。当当当，打扫房间嘛，进进进。太梦幻了，我感觉我住在童话里。格林童话写的不会就是格林豪泰吧？毫无隐私可言啊！但你一无所有的时候，你管不上隐私。那个网上说酒店的镜子里面会有摄像头，啊，我破罐破摔了，依然全裸。当我会在路过镜子的时候，我突然看他一眼，我要让他，他怎么知道有摄像头呢？那怎么知道有摄像头还光着屁股呢？这个男人穷的可怕呀！因为穷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奇怪的潇洒感。我当时用的耳机可以代表我的态度。我当时在用一个6.9块的无线蓝牙耳机，6.9块。哎呦，它都不是某果的赝品，它是华强北的赝品，假华强北，像华强。戴上那个听歌不一样了，你能听见电。但我还是觉得戴6.9块的耳机姿态很帅很潇洒，因为真的耳机丢了你会心疼，但我这个耳机丢了就丢了呗，有回听完歌我都扔了。我这么一扔它炸了，它6.9块我都当听完歌的赠送我一个摔炮。我穷的时候非常自如，我以为我挣点钱之后会更潇洒，但我会时常反而觉得窘迫。比如说这个坐头等舱的时候，哎，没有。啊，对，坐过一次，哎呀，还是跟你们说有成就感。我跟我发小炫耀，他都听不懂。我说哥们儿，我有罗永浩、杨天真微信。他说我还有何炅、谢娜 QQ 呢。
坐头等舱压力很大，我觉得我不配那种无微不至的服务，对吧？空姐会蹲下来，先生给您拿拖鞋，先生给您拿的水果，先生给您拿的毛巾。我说我是不是得癌症了？你给我拿点靶向药好不好？我觉得我不配，而且这个头等舱通道我也不敢走。我觉得我一走头等舱通道，所有排在经济舱队伍的人就要停下来等我，让我压力很大，所以我也排在经济舱队尾。但是有一个老太太插了我的队，我没有生气，我反而是感觉到一种兴奋，因为她错在先，所以她给了我一种理直气壮的膨胀。人性就是这么复杂。我第一次坐头等舱，但我当时心里就4个字，我说：大胆刁民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就在他身后静静的等，我等下一个马上就要到他的时候，我立马闪现到头等舱通道。我拿着我手里的机票，我跟地勤说：不好意思，我是头等舱乘客。他说：好的，先生，我们先让老人先走好吗？非常羞愧，非常羞愧。而且有时候你越心虚就越添麻烦，啊，飞机刚落地，我一起身就把手机滑进了头等舱里面的座椅里。我本来以为头等舱它就是一把椅子，但那里面其实非常复杂。这个乘务长走过来给我手机打电话确认他在座椅里面的位置，给我打了好多电话才确认。然后所有空少和空姐就蹲在那儿围着帮我掏了1个多小时，直到这个机长走过来说我们还需要多久时间，我们要耽误后面的飞机延误。这个时候我心说这个手机我是真不想要，手机你跟着飞吧，你以后是飞机了，你知道吗？当乘务长最后把手机递给我的那一瞬间，我非常羞愧，我发自肺腑地说：我错了，非常抱歉，实在是太麻烦你们了。乘务长说：对，对。我感到意外，所以重复了一遍，但我又感觉我的重复像是质问，所以我就赶紧补了一句：不起。我快速的红着脸跑下飞机，心里非常愧疚。但这个时候我看手机上有好多未接来电，我就给回了过去。我非常懵懂啊，直到对面说：又咋的了，这位乘客呀？啊，好，讲到这儿吧，谢谢大家。谢谢林简七。喜欢他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，请锁票。谢谢林简七。好，谢谢谢谢。今天林简七也变得正常了起来，好像是不是？对，可能能量是被我旁边吸走了。但还是很精彩哈！我看过他的一个视频，对，讲得很飞，猫头鹰啊，对，随着自己的意识流来不断的开花。其实事实上，林简七他大部分时间是跟自己的意识流生活在一起，所以那个才是最真的现实，那个是超现实。我怎么一个字儿也听不懂？你给他病根逗起来了。意识是都有意识，但应该是2个流，你知道吗？确实是跟以往的那个风格不是太一样。我挺喜欢的，就我很难客观的评价他，他说啥我都觉得挺好笑的。刚才拍的是什么？你怎么说的来着？能听见电。哦，对，他能听见电。你喜欢能听见电的呢？我觉得这个很好笑。霹雳霹雳贝的时候你还瞥了我一眼，就你感觉我在干嘛？那倒没有，我觉得哦，原来马姐喜欢这样，喜欢插牌，爱迪生。我就觉得这句话很好笑啊。然后我看了一眼你没有给我认可，我就想说那行吧，那就是我自己品味的问题。没有，我一看你在品味，我怕影响你。Okay. 让你自己细细品味。我是拍在摔炮那儿的，对，因为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听到这词儿了。对，这是我们东北孩子小时候经常玩的一个东西嘛。对，我其实那个在店那儿我也想拍来着。哦，你有共鸣是不是？对，我觉得那个还好不是我。对，但我也是看你拍了之后，我合计别打扰你，独自欣赏了。但我觉得摔炮那儿我还是忍不住不拍了啊。那我觉得这个题材就是穷和有钱这个题材在。好像脱口秀里挺多，我其实没有想到简七今天会讲一个常见的题材啊。对，我觉得你是一个性格很有趣，就是人本身就很有意思的东西，就会为一个实话说一个比较常见的题材也注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我觉得这个是我拍的一个原因。
我其实挺喜欢他中间那一段的，就是他虽然就像双雪涛老师说的，他讲的是可能所谓脱口秀中常见的题材，但那个心态很有意思，就是都没穷的时候理直气壮，但是稍微那个好一点了之后，反而有一种心虚的，不知道就是打引号的享受这个所谓的特权的是不是应该的这个心态。这个其实，哎呀，就是要是再多给你一些时间，我觉得能深挖出来挺多东西的。我忘了刚才说，我就特别喜欢他那个大胆刁民那个梗。对，就是那些地方要是再往下走一走，也许会那个是一个很有营养的一个梗，挺有营养。对，因为我特别喜欢一个电影叫《泥醉天使》，它里边有个台词就是一个人第一次坐汽车，因为那个时候在40、50年代，那个汽车也很金贵嘛，那个人坐汽车经过一个菜市场，但他之前从来没坐过，他就说一坐上汽车就觉得走路的人很蠢。我觉得跟你这个东西有异曲同工的东西，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观察。但我觉得这个在那个段子里没有完全把它打开，敲了敲那个窗户没打开，好像有那种感觉。头等舱不让开窗。你这时候注意安全了哈。我很喜欢他那个点是飞机，你把手机放飞机是吧？然后飞走就是飞机是吧？在中国移动啊。哦。爱情。